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还是北欧金发蓝眼的老外，竟然可能都来自同一位女人。没错，不是神话，不是玄学，这位传奇人物有个超中二的称号——线粒体夏娃 （Mitochondrial Eve）。她不是圣经里那个从亚当肋骨里蹦出来的夏娃，而是一位真正存在过、科学实证的超级祖奶奶。那么问题来了，她是谁？她住在哪？她怎么成了我们的共同祖先？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和我们细胞里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又有什么关系？让我们从头讲起。你知道吗？我们的细胞里有一种神奇的小东西叫做线粒体，它们不是细胞自己长出来的，而是远古时代收编来的外来细菌。对，就是那种外包员工，后来变家人。线粒体超厉害，它们帮我们产生能量，是我们活着的底气来源。但更神奇的是，它们有自己的 DNA， 而且只从妈妈传给孩子，完全不经爸爸手。这就好像有一条母系家族的秘密血脉，一路从你的外婆、外婆的外婆、外婆的外婆的外婆，一直传回几万年前。而根据这条神秘的线粒体时间轴，科学家们竟然追踪到，全人类的线粒体 DNA 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位生活在大约15万到20万年前的非洲女性，她就是我们的线粒体夏娃。不过别误会，线粒体夏娃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当时活着的女性，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后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其他人的线粒体血脉断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人类最早的女性，或人类的第一人类，她只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类在线粒体这条母系路线上的最晚共同祖先。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体内的那点点线粒体 DNA 都是从他那儿传下来的。有没有一种神秘又温柔的连接感？而故事的转折点来了，科学家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这要感谢上世纪7、8圆圈年代的基因革命。随着 DNA 测序技术诞生，人们开始比对不同族群的线粒体 DNA， 结果发现全世界人的差异都非常小。就像你翻遍全世界不同语言的菜单，结果发现其实都在卖汉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线粒体 DNA 根源非常接近，证明我们起源自同一位女性，而且时间点大概在15万年前。这个发现直接颠覆了当时关于人类起源的许多猜想。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 Y 染色体亚当？有，真的有。Y 染色体就像线粒体一样，也只从一边传，从爸爸传儿子。于是也有人类学家开始追踪父系最晚共同祖先，称之为 Y 染色体亚当。但有趣的是， Y 亚当和线粒体夏娃并不是情侣关系，他们不只可能没见过面，甚至还可能相差几万年。这就很哲学了，我们来自同一位母亲，却来自不同的父亲。父系的线可能一再中断重连，但母系的能量火种一直延续，像不像人类的某种隐喻？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先，为什么人类有这么多不同肤色、语言、文化？这就是演化的魔法了。从线粒体夏娃所在的非洲开始，人类一波波向外迁徙，不同的环境、气候、挑战塑造了不同的外貌与文化。但不管我们外表多不同，骨子里其实是一家人。是不是突然觉得种族、国籍、隔阂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最后留个谜给大家，如果说我们的线粒体 DNA 可以回溯到一位女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未来也会有一位新的线粒体夏娃？她的基因又会是谁的延续？你会是那条母系传承中的一段吗？还是说，其实每个人体内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密码，等着被唤醒，写下属于未来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别忘了点赞、订阅，一起探索宇宙、人类，还有那无限的未知。